Hello，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酷酷聊，我是小侯。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姆。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罗拉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罗拉，欢迎欢迎。欢迎。哇，真的是好想来你们这里呢！今天终于见到你们两个了，非常荣幸能把罗拉邀请过来。然后今天我们主要是想聊一下在2025年发生在我们周围啊，还有我们自己身上的一些趣事儿。那我先说吧，最近有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你们知道？好突然哦，就是我们两个人正准备接话，你知道吗 ？OK， 那我就这样单刀直入的，看得出来你很想分享，很想分享，因为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非常好看，叫《疯狂动物城2》你们有去看吗？有。今年应该就是这类型的题材，大家还是蛮感兴趣的，而且它本身第一部就已经有很大的一个知名度了。对。然后其实我昨天跟拉姆聊天的时候，就是在聊这个《疯狂动物城2》这个电影。然后我当时他问我是看那个英配版还是中配版，又来了，我又要把这个事情说一遍。谢谢。他说我当时给他的建议是看英配版，因为我觉得那个配音配得很好。然后他最后还是去看了中配版。昨天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怕英配版没有中文字幕，他听不懂。我说这是在中国大陆放映的电影，怎么可能没有中文字幕？然后而且他前段时间去看了一部日本的动漫电影，我说当时你去看日本电影，你就不怕没有字幕听不懂了吗？然后说对啊，我怎么看懂？因为我们习惯了在电视上面看的时候，它就是带字幕的，已经形成一种。主要是因为这个《疯狂动物城1》我就看的是中配版的，然后我就另外一个方面我去看中配版，原因是我很喜欢听配音老师的这个我也是。对。其实我前一段时间去看完，然后我一进去发现，怎么在讲英文？我想听的是中文版的，我不想，我就是想要听那个狐狸那种很狡猾的那个声音，对吧？哇，我觉得张震老师声音太好听了，他塑造的这个尼克胡尼克，对，听那个英配版就感觉差点意思，确实。你呢？你看的是英配版？我看的是英配版，因为我觉得有之前刷到那个中文配音的那个路透然后。就是已经大概了解他们的大概的音色是什么样子了，然后不感兴趣了，你就没有新鲜感了。不能这么说，就没有新鲜感。对，没有新鲜感了，然后我就去看了英配版。对。确实是因为国内这几位老师的声音我们都已经比较熟悉了一些了，英配版可能会带给我们一点不一样的感觉。我当下看的时候就是这么安慰我自己。而且最近不是《疯狂动物城2》是热播嘛，然后大家感觉特别喜欢看，包括就是我那天去看的时候，我买票我选不到位置，就是我是打算买晚上的票，但是我是上午买的，就已经买不到很合适的了。然后呢，我看完之后刚好刷。就是在网站上有看到说，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不是有哪吒2嘛，然后对他们很多人就在说，那按照这个《疯狂动物城》现在的这个趋势来说，那最后他们两个谁的票房会更高呢？就是会有这样的讨论度。我觉得这算是今年25年在这个动画电影上比较有影响力的2部电影。是的，确实是。你有看过哪吒2吗？当然了，你也当然了。我要是在这边没有看的话，我就不能坐在这里了吧？拉抓谁不看拉抓？他还看过2遍。我也看过2遍，因为我觉得当下不知道是大家的那个风气吗？好像多多少少都会，就是遇到好看的电影就会想反复刷。而且我第一遍因为我是跟小朋友一块儿去看的，就我跟我儿子去看，然后他看的时候，我就得一直要给他解释为什么，因为他第一部的时候他还很小嘛，所以他不知道前情提要。然后第2部我就想说，那我自己的就是自己想那种放松的去看，沉浸的再感受一下这一部电影。确实。对，而且这些电影就是故事越做越好。但我还是觉得这2部的受众有一些不同。我自己的视角是会觉得说，《疯狂动物城2》好像更适合成年一点的，像我们这种大孩子去看。但是哪吒2可能就更适合可能小朋友也可以。那其实我们这样也可以。对，哪吒2感觉它适合的年龄段好像比较广，对，从小朋友到大朋友甚至老朋友，都会可以去接受。像我们的身边的小朋友，他们可能就不是太了解《疯狂动物城2》它深层想要传递出来的一些他们想表达的世界观也好啊，或者是价值观也好，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消化有点困难。他们可能就看个乐呵。对，就觉得好，这个很好，那个很坏。
他可能就比如说朱迪和那个尼克胡闹的时候，哈哈笑一下。对对，而且今年好像这种动漫或者是非人形的这种角色，好像有很多比较火的，比如说拉布布，今年有爆火。哇，真的，你会对拉布布感兴趣吗？你说到了一个非常不打动我，不打动你哦，但是不打动，就怎么讲，我对拉布布有一种很奇怪的情愫啊，就是我又没有那么排斥他，但是我又很难喜欢上他。然后对你们呢？其实我也还好，只是我还有一个原因是真的买不到。你们没买吗？没有，就是普通款的还是买得到的呀？就是其实他今年火的让我其实觉得有一点莫名其妙，因为他的设计不长在我的审美上，就是我会觉得他没有那么的可爱。相比于泡泡玛特他的其他 IP，我会觉得可能更倾向于买那些可爱一点的盲盒。你们有爱其他的这种盲盒产品吗？我最近购入了疯狂动物城的这个，而且我还抽到了一个隐藏款。看来你真的很爱。而且我还抽到了一个隐藏款哦。哇塞，那你很幸运啊。对啊，我比较喜欢他今年出的一个 IP 是叫茉莉，对吧？茉莉，对。然后当时还买了一个他的手机壳，因为我觉得他长得就是，还蛮中我的眼缘的。然后我当时就买了一个他的手机壳啥的。确实，我看那个什么 Cry Baby，就那一款还不错那个丑的还不错，丑萌的。但拉布布就可能就是他的邪恶，他太 popular 了，突然间不知道怎么讲这个词，对不起，我又讲不喜欢大众的。他就是大家都在疯抢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没那么小众了，就反而有些东西小众会让我有那种小众收藏癖，你知道吗？不以稀为贵感觉。对，尤其是它的溢价高过于它原本的价值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没必要。因为我身边就全部都是富哥富姐在买，我就想说，好吧，那你们买吧，反正你们这个也不差这些费用，对吧？但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物品本身该有的价值。所以以本人的一个价值观来说，我是有点难接受这个东西它的这个过高溢价的。确实不能就是盲目为了潮流而去为他们盲目的付出。就如果说我们在自己的经济条件允许下，可以买个情绪价值嘛，对吧？确实。对，哎，那你平时会买其他的盲盒，就是来获得情绪价值吗？会啊，我比较喜欢买那种自己爱看的一些，就像你一样，你会买《疯狂动物城》那种吗？懂了。但我买的是他看的那一部的。对，但是我不知道真的，我们今天好不好去聊嘛？对，其实现在好多这种类似于盲盒也好，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体验也好，都是给年轻人或者是一些当下时代的人提供情绪价值的这样子的一些物品，一个重要途径。对，因为我觉得其实这种方式有一个词，好像就是它属于那个情绪经济学，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有浅听说过。对，他们其实说，其实反而在经济下行或者是不是经济上行时期，人们反而会愿意把自己的金钱或者是收入支配给这些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些简单情绪价值的东西，比如说盲盒，比如说一些好看的 IP 的电影。对，就像我们今年发生的这些事情一样。确实。的确，你们有给这些情绪付过什么费用吗？买过单，类似于我很爱自己去看电影，这算吗？那你们这个算是比较那个怎么讲，高雅一点的事情。那倒也不是就打引号啊，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给什么样的东西那种付费的，比如说短剧。那种很烂的那种短剧，就是在那一刻我可以把我的大脑给丢掉，然后我就突然觉得是哦，爽，就是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要去获取一些情绪，它其实是要费一点脑力的。就我更希望的就是在我可能大脑飞快运转之后，我就把这个东西给丢掉。对，而且短剧带来的冲击是很强的。对，就是你不用思考，它就能给你带来一些震撼，而且会让你看得很得劲儿。我今年也是，就是熬夜追那个短剧，就是看完一部又一部。而且它好像有一些专门做
免费短剧的 APP，叫红果短剧。但是我是付费用户。你是付费用户？对，因为我会刷到它以后，我觉得哇，制作精良，这个真的是很不错。虽然剧情还是很老套，但是我会觉得说，一定要让人家对吧有所收益，那我就会愿意为此而付费。对。那其实，在今年身边和周围发生了很多这样有意思和有趣的事情，然后我们也体验了很多。那我们今年自己身上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呢？那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或者一句话来阐释你今年的一些变化，罗拉，你会想用哪个词或者是哪一句话来描述？哪句话？最近有一句话很火我昨天其实出发前我就很想要说，想跟你们分享这个，但我又怕这句话会不会有一点上不了台面因为也是在网络上比较热门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因为轻松的重新整理一下，不要因为轻松的生活而感到愧疚。就是我这一年变化最大的是这个，因为其实我自己身处的这个行业可能是比较对外的一个展示的嘛，那大家可能会追踪我的生活，会想了解我的一个心路历程。那我之前就是觉得我一定要向大家展示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然后我很充实忙碌的一个模样，才能对得起大家爱我。那大家可能也会因为我的这些行为而改变一些自己的日常的一些习惯，但后来我发现没有必要，就是反而有的时候你也是每个人都是需要有一些轻松的时刻不要因为说我今天好像没有事情做我所有的事情都忙完了，我有一种就是没有做那么充实的一种愧疚感所以我今年就是试图让自己稍微可以有更多的自我的时间接受自己可以放松的时刻，不要时刻把自己绷得很紧。对，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需要一些放松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可能有一类人是跟我比较像的就是我们会觉得好像忙，好像努力，那你才能配得上你现在的生活所拥有的一切对，然后才能配得上他人的称赞其实也不一定的你有时候把自己的生活兴趣爱好培养起来，其实也是另外一种认可自己的方式然后其实也提升自己的配得感了，就是这句话说太对了，真的就是我今年在社交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也是我发现自我配得感变强了就以前的话我会有一种讨好感，跟人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不是讨好型人格，而是我就是配得感低我会觉得我在这个场合，我可能在这个空间里面大家的能力都在我之上，或者是大家所付出的努力都比我多后来发现其实不对的，我来这里那就是大家认可了我的能力为什么我非得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后面，或者是相对低一点的这种社交交流的位置呢因为我会希望说展示更多的笑容，然后讲话更加的亲切一点。我现在发现不用了不用了，没关系。你要是觉得我很命，我很坏，没事的，我就是这样的人，谢谢。那反而这样子可能会更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家是站在一个相对平等的位置在交流。而且是处在一个更真实的状态。那你呢？你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或者是用一句话的话阐释你今年的变化，你会用什么？我觉得我今年最大的变化在于，我想用一个词来概括吧，就是成长。成长，对，成长不是一星半点儿。你们是该成长，你们还在成长的时候。我确实成长了很多。就是概括来说的话，因为今年我经历了很多比较重要的阶段，比如说我大学毕业。这样子，所以，我感觉我无论是心态上，还是年龄上，还是心理年龄上，我感觉都有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在慢慢的成长，变成熟一点。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我以前会特别依赖别人，超级依赖，尤其是当我跟我朋友一起的时候，我甚至做什么事情我都希望他能够陪着我一起去。我也会。对，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毕业之后你可能需要更多的是自己去面对这个生活还有工作什么的，所以成长就体现在这里。我现在可以独立的去解决很多的问题和事情。对，这是我有变化的一个点，我觉得。
其实很好。嗯，然后刚刚拉姆说他之前很依赖嘛，我之前也是这样子一个比较依赖的人，所以我给我的是啊对，所以我给我的年度关键词就是独立和尝试。哦，哎，其实我们你们有具体的事件吗？就是比如说，你觉得你在尝试成长这个独立的那一刻是有一个具体的什么事件吗？有啊，对，其实我们哦准备了，哦，你们准备了这个故事是吗？其实是不好意思啊，我着急了。没关系，我们就是这样松弛的聊天好嘞状态。对对对，然后其实我们是比较好奇你刚刚所说的一些经历嘛，然后我们哦是不是之前也沟通过，就是准备一年年的度照片一些儿变化啊，哦每个月的一些故事啊，其实我们也把它导到了这个整理出来 iPad 了里，希望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今年的一些故事和变化，好吗？好，其实找的大多数都是美哎照了，我突然发现找错该有了。来吧，大家来欣赏一下我的这一年回顾啊！好，来，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的1月份的时候。哦，就我1月份，其实这是在家里面录制一个改造我家的一个节目。哦，那时候就是觉得好热闹，家里面好多好多人，多人好多人。我家也没有多大，你知道吗？但是你看这个小房间里面就已经塞满了各个老师了，外面还有另外的老师在布置。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说，哎呀，可能工作就应该要这样子，就是人员齐全，然后显得满满当当的，这个事情才算是做的比较完整。嗯，对，来一些无聊的感叹。然后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是美丽的时候。哇，还看得到好漂亮吗？对对对，那天那个就说对对对，有点害羞。那天去参加一个类似于那种小变装舞会这样子吧，然后他们其实是一个服装品牌做的活动，哦，怪不得，现场就会有很多那种非常靓丽的博主，这也是我刚刚今年开始尝试的一个领域，就是时尚领域。其实我之前我觉得我应该走不了这个领域，因为我觉得就是个小土妞。 no，完全不没有没有没有是，不是小土妞，再次打引号，就是我没有在追求，就是服装要穿的非常的与众不同，或者是彰显自己的个性。我觉得就是穿的稍微得体一点就可以了。但从今年起，我发现了，穿的有你自己的个性，其实是可以让其他人跟你接触的时候，一下就知道说，哦，你是有品味的。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吧。嗯它其实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穿着是可以体现你的个人个性的。我现在发现是有的，所以确实我就想通过穿着可以传递出一些我的个人态度啊，然后我想要表现的不一样的一些状态。可能有时候你看我今天穿这样子，对吧？甜美法式风，但这样子又是不一样，对吧？今天这个走的又是一个对哥特公主风，就会有不同的一个心境。那我会好奇，哎，其实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契机，想让你闯入时尚圈呢？其实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博主啊，叫做碳酸饮料拜拜。你们应该也知道吧？对，他当时也是说了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话，然后我突然发现，哦，是哦，为什么我喜欢他？其实我也不会去参考他的穿搭，但是我就很喜欢他从穿搭还有他拍照的这个状态里面呈现出来给我们的一个他的个人的态度，不管是时尚态度还是他的一个生活态度，我都是很喜欢的。所以那时候就想说，我也要尝试一下这个领域吧。这个这个时候是优雅女人，对，这张图是原图啊，因为我想要让大家知道我当初有多胖。我今年其实减重减了很多，我这时候是最胖的，我大概有120多斤吧。这时候其实我觉得这还显得身材就是比较凹凸有致的对感觉。摄影师尽力了。因为我自己是非常清楚，那时候也刚过完年3月份的时候嘛，然后确实吃的也是珠过圆玉年确实润，然后当下就是想说，哎，没事啊，就是我是非常认可各种各样的身材，我一定要走在审美之外，就是传统审美之外。后来发现不行，因为我这个行业就是要上镜，那可能镜头就是比较苛刻。那我如果说我自己对镜头里的自己都不满意，我还要修补这个身材，那不也是就是完全是这叫什么？反对了我自己说的这个审美之外的这些什么认可吗？那我觉得这也是不应该的，所以我就尝试
低，让自己身体健康一点。我也不会追求说一定要那种非常纤瘦，这都是后话了。这个时候还胖着呢，但我还是感觉这个也可以当做是另一种风格了。对，对，那时候那个风格其实我自己挺喜欢的。嗯，就是如果没有上镜的话，日常生活中我应该还是会维持这样的身材。那其实我很好奇，因为你现在看起来很瘦，我就比较确实好奇你是怎么做到的？再往后看，马上哦，出来了。马上就有，马上就有，原来如此。了，我们真的是。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没有，太这个时候是开始春天了，4月份的时候。然后那我去看了酷玩的演唱会，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乐队。Here there is no love， 你们听过吗？完全没有听过，没吗？没有吗？咚咚咚咚咚，哦，没听过啊。我只听过貌哦嘞似好哦嘞像哦嘞。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嘟嘟嘟嘟嘟嘟。哦，这个有点那我知道了。啊，谢谢你们。那我知道了。让我不会觉得跟你们有太强的一个代际差异。这首歌还蛮出名的。确实。然后就是我的家已经装修好了，这个时候，然后就是也是一些比较精致。那时候穿衣服稍微开始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小巧思了吧？确实。对，但这个照片啊，看过去这么纤瘦，其实多少是用了一点科技。不要太在意这个啊。但是很美丽的。那个时候还不错啦，春天的感觉还是会让人充满希望的，尤其天气开始暖和起来了。我是很喜欢炎热的天气，你们呢？这边是出去旅游，或者是出去拍的吗？活动，这个是旅游，然后这在家拍的。这个时候这阶段其实我已经身边没有几个工作人员了，就基本上就拍摄的话，我可能会像这些就是找朋友来拍摄，这个的话我就是找那种 part time 兼职陪拍的那种，类似，但也没有他们陪拍那么的。随意啦，人家还是很专业的。OK 然后这个时候是5月份，5月份的话，其实也是算比较清闲的一段时间了。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是去外面也是有一个拍摄，但我也不会把自己的这个行程定的那么的。紧，对对，有时候找不到形容词，你们帮我补充一下。没关系了。你左上角这个是抱了一只小猫吗？对，这个是在一个新疆特克斯八卦城，你们知道吗？反正就是在伊犁地区。然后当时去一家店里头，那个老板他说，莫名其妙有一个猫妈妈叼了4只小猫来我店里头，哇！那他就把这4只小猫给领养了，我超觉松弛感，你知道吗？来了那就住下吧。对，然后他就突然间就把猫给招出来了，因为我也只是路过逛了一下那个店，他就把猫给招出来，喵喵喵喵喵，然后就让他们爬到我身上，应该看得到吧？好可爱哈！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幸福，就是那种新疆人民那种很淳朴热情的那种个性，很喜欢。你自己有养宠物吗？没有，因为我可能去在外出差的时候会比较多，对，我还就觉得不要了。但我在老家有了，但因为老家就是有家里头人可以照顾一下。你们有吗？我待会儿会说的。我妈妈养了。待会儿会说，那等一下讲。待会儿会说的。好的。对，他是有的说。好的，然后这个就是今年特别火的嘛，那个撕拉片啊，今年也是那时候网上全是这个，那我那时候真的是感叹了，而且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内容创作的主题吧，对，能这么说，大家都会好奇嘛，艺人拍出来那么好看，那你拍出来是什么样呢？我拍出来就这样。感觉全网的颜值博主都去拍了这个。真确实溢价也是有点过高了，要不是因为说能产出内容，我可能也没有办法接受这么贵的一个价格。但确实拍完以后放在家里面，我觉得还蛮有仪式感的。对，你当时拍了几张？4张，吃了巨资，吃巨资真的。我那天拍完的时候，后来去结账，我想说他会给我打折吧，我拍了4张，没有，他就是直接说你好，小姐，2000多少多少，这么贵。而且这个好像是那个还有拍出废片的可能性的。对，我其实拍了4张，有一张它的相纸是另外一盒，所以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会有点发黄。但就当做是一个纪念吧，也还不错。因为这个照片放在家里面，和我们放在这个
这个数码产品里面看的又是不同的，对所以对我觉得还不错。这个就质感是的今年开始参加的第一个时装周哇时塞期啊，对。那虽然也不是说看过去很时尚的一个造型啊，但是也是第一次去体验了一下，蛮好玩的，蛮好玩的。是有点偏新中式是吗？对对对，感觉新中哦式，乍一是看感觉像旗袍的，那对，种改良设计。嗯其实就是一个中式品牌的。那天去的也有点匆忙让我想起许岩。哦，会有一点这样子啊。许岩在后面呢，马上就出来啊了。马上你是预言家吗？你是不是偷偷看了这个平板我觉？得今年大家都很喜欢他的那个风格啊，就是穿上去会有一种女气场，人感。对，气场比较强的感觉。她是属于好女人风还是坏女人风？我觉得就是女人风。对，没有而且是那种好和坏女强人，哦我感觉是，哦，因为她不是有一句很那个经典的台词吗？好女人得得到名名声坏坏女人人得到一一切。说明大家今年都蛮想要做坏女人。对，来吧，下一个。哦，这个时候这是，哎呀，怎么全部都是这么精修的照片？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就是这个是我去参加一个活动时候，然后那个也是算自己一个人去面对一些比较大的社交场合吧。就当时桌上一圈，我是一个网红。旁边全部都是做电影的人，或者是演员们。然后我在想，我来这里是干嘛呢？后来我想通了，其实我来这里不是这个叫什么，这个临危受命，而是因为说我只是作为一个渠道，把大家的这些今年辛苦的劳作成果去分享出去。我就是等于说是一个新媒体，对吧？对，我是一个传播者。然后其实因为不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个事情或者怎么样，他们在这发生了一些什么不同的故事之类的。我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新鲜让大家了解到这些事情的渠道。因为确实传统的那种新闻报道可能也不一定有那么多人去看了。对对对。那这个是我也是你看，就是我觉得这个叫什么劳逸结合，这个就是跟朋友出去吃饭时候拍的。哦，我以为是一张照片。哦，不是一张照片，对。的。但这个时候就是很放松，那时候也不会想着说啊，出门一定要装扮的非常的精致。你看这个就是画的非常的精致，这个就是有点接近于今天的一个眼睛状态吧。因为我觉得跟你们聊天也不用画的那么的立体日常专业。是的，我们主打一个随意，这样就像妆容也可以反馈出我的一个性格。那如果说我今天画的比较凌厉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里，我可能就会这样跟你们聊天，就是眼线要拉到这里。是这样子的。那我可能就变成那这样子的话，就会觉得啊，今天就跟朋友聚一聚聊聊天，会有一种这样心态上的不同啊。这个时候，就是稍微开始好快乐感，对，稍微开始找到一点自己的穿衣风格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其实去做了一个东西叫做色彩测试。其实之前我一直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鸡肋的，后来我发现它可以帮我更快的找寻到自己适合的风格和色系。我感觉刚才小侯想说些什么，你对，因为这个很火，对，我们其实也在家里做过啊，就是我们拿不同颜色的衣服。那你们是拿那个自己的衣服吗？对。哎，那你最后测出来是什么型？就是秋季啊，你是秋季哦，所以你今天穿了美拉德色系啊？对，所以我现在就是一个棕色女孩，知道吧？棕色的棕，我比较适合这个色系。美拉德的感觉。因为我之前其实一直对这个保持怀疑的态度。我觉得我也是，真的有这么神吗？就是不同颜色能相差那么大吗？对，但好像确实发现每个人适合的色系不一样。对，是。通过我们的这个骨相啊、五官，然后包括我们的肤色，都会有蛮多不同的。那逐渐通过这个点，我就可以找到一些适合自己的色系和服装风格。然后那时候就在慢慢的减肥，对，再开始控制自己的饮食了。然后这一阶段，其实我真的还蛮开心的。
就虽然这时候生活之中发生了一些变故啊，就是小小的一些不同的这个生活状态出现了，但是我其实心里头是挺自在的。那时候会觉得说就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这是几月份？对，8月份不好意思，这是7月份，然后这是8月份。然后那时候就是去海边玩了嘛，那很开心，就是跟朋友在一块，然后那时候也没有带任何任务，我们就是你知道提前2天，对，亚庇现在大晴天是不是过去追日落我们追得到？前一天可能29号我们就那个看了机票，然后1号我们就出发了。行动力这么强？对，就是一天，因说为走就走，因为还留了2天时间给我朋友寄护照。他没有准备好护照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突然的，然后就去了，但就反而就没有做过多的准备的旅程，会更容易有意外的惊喜吧。确对实。你是火象星座吗？对对对，火象星座是这样子的。会有这种说法吗？虽然我觉得星座它是一个概率学啊。会有吧，我感觉是。我曾经也不相信星座，但是后来发现好像确实有点意思，有点道理啊。是吗？对啊，就像我刚刚一下子从你的行为体现猜出了你是火象星座，0秒钟猜出我是，因为我本人也是。那你今年应该也会，就是如果有这样的经历，也会有这种感受吧？对对对，而且我看你左边那张照片，感觉非常青春和松弛的感觉。那时候是真的很放松。其实那天我也没想看日落的，但那天看到的日落是最漂亮的，就这一天的时候，就是那天和意外发生。对，那天也没怎么化妆，想着陪小朋友可能去划个桨板啊，那就结束这一段旅程。结果桨板没约到，那我们就是一群人只能坐在那草地边上，算了，看一看日落吧，聊聊天。但那一刻其实挺松弛，因为其实在前一天我们还大张旗鼓的准备了那种什么沙发床啊，然后找当地的朋友帮我们去预定一个什么那种bar啊，日落 bar，然后我在那边想说拍一点美美的照片，那时候就会觉得很紧绷。这一刻是最松弛的，所以我选了这个照片。而且这种松弛状态下出来的照片，就感觉很有活人感，而且很灵动。是吗？对，它可能比那种摆拍的真的会更美一点。这个状态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表情呈现出来的。跟那种像这个时候对吧，要上台之前还是有一点点紧张的状态不同。好，来看一下我们的9月份。9月份的话，就是那时候已经看到要入秋了。穿衣上能看出来，衣服上已经看出来了不同是吗？但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开始有一定的身材管理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的状态还不错。就整个人是感觉变得更轻盈。更轻盈，对。然后我觉得面对镜头的时候也会更自然一点吧。之前会在意说哪个角度可能会更显得脸小一点啊，或者是那个更上镜一点。这个时候就会自然大方很多。这个时候我是去了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叫阿尔山。阿尔山。好耳熟。它其实不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旅行地点，它是在内蒙古的兴安盟，但那一块是说有国内最美的秋景之一啊。所以它那边的话，当时是专门过去赏秋的。那个地方也是这么突然的，其实也是当时有一个项目，它是要我们拍摄秋景，然后我就找了一下网上的一些资料，后来告诉我是这个地方。然后但可惜项目一直没定，然后有一天晚上12点，项目突然定了，我火急火燎，第二天又赶跑，又赶过去了。但是确实非常惊喜，那个地方很漂亮，我很推荐大家去。这个时候就拍出来，其实不会太在意自己的脸，录出来是我最不喜欢的右脸，但是我也觉得依然很美，就是那个状态吧，状态我很喜欢，就是自己沉浸在这个景色里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开始时髦起来了。那时候去参加一些那个什么小的那种大的时尚活动啊，或者是时装周啊，去了一些，就是开始
找寻到一点点自己的小风格了吧？那许岩峰啊，看得出来吗？很有许岩特色同框发型，那时候大家应该都在做这个造型。对确实，然后这个就是上一个月11月份的时候，其实11月份是这个算是比较不忙的时候拍的照片，但我没有什么很有代表性的，所以我随机找了2张。就因为11月份确实还蛮忙的，对于自媒体这个行业来说，因为在这个时候，对他们是在这个大促期间，大家懂的都懂，滴滴滴滴。然后那个时候就，你好不容易有一天可以跟朋友出去看展，但也是因为说人很累，只能拿了片树叶，对对对。就人也很邋遢，然后但是我想说，就是去对很松弛啊，这这个状态蛮好的。但就是现在和以前不同的，就是以前是一定要把脸捯饬的清楚再出门，现在我不会太在意，但我也会很在意我的穿衣服。穿搭确实很重要。对，穿搭如果说你觉得今天这个你很满意，你出去的状态也会不同。然后脸就不是很 care 了，以前会比较在意脸一些了。这个穿搭就是一个很保暖的穿搭，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点的地方，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故事吧，就是硬凑了一张，不要太在意啊。这个就是前几天拍的，那其实现在就会比较有一些不同的风格去尝试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自己画可能比较红的一个口红啊，然后做一些比较复古的造型。那这个可能就是像今天这种，这个就是我现在适合的色系的比较传统的一套穿搭。而且你右边这张有点像短发的感觉，对，你是故意这么扎的是吗？对，故意这么扎的，因为我觉得这一身服装如果它是长发，就会显得有点平常。确实一些造型上对小突破。好，这就是我这一年，我觉得就大概跟你们可以描述一下这一年的一些小小的不同。感觉你尝试了很多种风格，因为我看到你感觉你的风格很百变。其实对，因为我感觉这种很时尚的，或者很温婉的，或者是很法式的，对我感觉都有。对，所以就是可塑性好强。从这些上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今年敢尝试的东西变多了吧。其实这样想想看，我的关键词也不是什么轻松不轻松，而是今年也比较大胆突破一些，走出舒适区，对，让自己多去尝试一下。谢谢你们帮我捕捉到了我的关键词。谢谢，那我们谢谢罗拉的分享。谢谢你们聆听我的故事，谢谢你们。哎，那拉姆你呢？很好奇。对啊，我也是有准备，我给大家来好奇看一看你们的。好。而且你拍了很多很高质量的照片，对，就是我也觉得，是吗？好厉害，对。也不会，可以问是什么设备吗？对，好好看。我是个设备，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点小研究的。真的，因为我看好几张。其实我最想知道的是，这张感觉有点像那个 CCD 拍的。是啊，这个其实就是那个 G11啦，就也是比较火的一款机型。这个好好看，质感也很棒。因为我就很喜欢这种照片拍出来是该亮的地方亮，有一点身上发光的那种。有点像油的那种感觉，亮亮的那种感觉，就有高光的那种质感。对，我就会觉得，然后色彩还原的也很好。但这个其实是加了一点点滤镜了。但是也很好。光线好，那天确实是光线蛮不错的。而且 CCD 给人的带来的氛围感很强。是吧？你们应该也很喜欢，就是搜集一些 CCD 啊，有吗？有，我的 CCD 已经修了3次了，然后我放弃了。我曾经购入过一个行车记录仪改造过的 CCD。对，他用那个给我拍过照。对，那个不太可以拍得了，很受伤。是的，因为所以说就是这个东西也是这几年兴起嘛，然后反而变得也是过高溢价了。对，这个溢价也是有点。那你最喜欢的这个拍照的设备是什么？相机、手机、CCD、拍立得、撕拉片，还是什么？手机。对，就是手机。哎呀，我的家人离我远去了。我还是觉得手机最好用吧，因为其实你装很多 app， 你也可以拍出不同的一些风格嘛。你要胶片风格也可以。那个
叫什么来着？我经常用大子啊，大子。你用过啊，大子吗对对对那个很好对用哎，我觉得。它上面就有很多滤镜，完全对对不需要再额外去带什么胶片机是啊、的， CCD 之类的。而且手机可以随时记录，就很方便。它嗯，不要你掏一个很便设备，然携后对焦啊还有这种。对，然后你可能还要把曝光调一下之类的，对对然后对有时候出门完了，今天忘记充电，完了今天忘记带储存卡，就很多的问题。但手机就是很轻松。来吧，看一下拉姆的。好，那我先来分享一下。好，然后呢，这个是我1月份的，1月份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个照片儿。这里，我这里见过老师。为什就是么？这个，因为能看到这个上面它是有一个秦府遗云，然后说我饰演谁谁谁，是因为当时1月份的时候，我在处于一个实习期，然后想给自己找一份工作，然后呢，我一直都是想尝试跟表演相关一点的这样的工作，来弥补我的之前的一个遗憾吧，算是。然后当时有一个就是沉浸式互动剧场，然后在招人，然后我就去试了一下，结果没想到还真面上了。然后当时我就是演的这个剧里的女主，然后是这个剧叫《秦府疑云》，然后是在南京，然后当时。就是我是穿这一套，然后我们是需要跟观众面对面的交流，但是我要在我的自己的角色里面，我觉得这个还对我挺有意义，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做出的一个新的尝试。这个算是话剧的一种吗？算。哦，你有去看过类似于这种的？沉浸式的有互有，动，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有非常强的信念感，其实很难的。对，就是你要稍微忘记掉观众的存在，然后沉浸在自己演绎的剧情里面。对，我们也会有跟观众互动的场景，因为这个剧它是一个悬疑，类似于破案的，所以你需要引导观众去破案这样的。好厉害哦，还蛮不错，感觉自己也走了一把温婉风。是的，我刚刚在想，茉莉公主。然后来到2月份，这是我2月份的一个照片儿。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我做出的第一个尝试，我20多年来第一次染头发。所以你现在脑袋上这个也是今年刚尝试的。这个是前段时间刚染的。染完一次头就会爱上染头。真的很爱，我今年染了很多头发。那不会觉得很伤发质吗？我也是今年开始。你知道我现在这个头发是漂了多少次的吗？摸得出来有好几次了。漂了4次。那你这个头发还算蛮顽强的。因为我本来的发质是比较偏硬、偏粗的那种感觉的，跟我差不多。还好。真的，我也是。我们2个人发质对吧？对，所以我今年也是漂了头发，所以就确实蛮伤发的，不太推荐大家去漂。偶尔一下可以了。如果你有精力照顾它，算了。对，需要护理，我觉得。然后这个是在小屋里，然后当时是猪猪帮我染的这个头发。你们是自己染？对啊，猪猪我自己买了，然后猪猪帮我染的。我还在理发店了，这个场景很像理发店啊。真的吗？猪猪成为那个 Tony 老师了。很像很复古的那种理发店，你知道吧？是自己买的了，然后想做一个尝试，而且这个时候刚好是过年那2天。对，然后说就是想染一下试试。就染的还蛮成功的。染均匀吗？蛮均匀的，我用了2瓶。猪猪以后可以转行喽，以后有一份职业可以选择了。然后呢，就是3月份，3月份的话，是我用3张照片拼了一下，因为3月份我们是去了东北，然后很可惜他没去成。我没去。为什么他没去成？因为当时他有工作，我还在上学。对，他有工作，他要那个去实验室。然后当时我们是一起去的东北。我为什么选这3张呢？因为这3张分别都在不同的场景，且代表的这个事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第一张就是我回看相册的时候，对，我回看相册的时候，我发现那天我忘记拍了，其实我是踩着高跷拍的。你踩什么高跷啊？就是东北的那种高跷。多高？大概20多厘米啊，这么长？差不多。那怎么走呀？就踩着走。稳吗？那时候冰刚化3月份，怎么走着走着就很容易滑倒啊？没有，我们是在这个室内庭院里面，我们是在庭院里面走的了。然后当时也还好没有雪，这是在吉林吧，好像是，有点忘记了。然后那天也是，下次我也去试试看。真的，我觉得还蛮好玩的。我那天
尝试着用那个走了。回去还表演了一个节目给大家，你说走完以后吗？那个对大扑棱蛾子啊，你说拿那个盘子那个转的吗？不不是吧？是一个披在身上的一个大扑棱蛾子，一个翅膀一样的东西，特别大。然后你还要穿的那个高跷，一直走，对。对哦，我也要去看一下你们的那个，感觉很有意思。那期其实真的挺好笑的，因为我就喜欢听声音嘛，所以说对于有画面的节目我就看的比较少，回去看一下。可以。画面蛮冲击人的，是吗？有点冲击。回去看一下，直接叫我女王，但感觉很好玩哎，确实很好玩。那天我真的表演的很开心，好羡慕哦！就是有一群朋友住在一起，还有人看你的表演。是的。然后呢，这一张是人生第一次尝试了单板滑雪，然后那天自己搁那儿虽然摔了很多次吧，但是最后也是成功的滑下来了，感觉还挺有意义的。你没有找教练吗？有。但是他就教了一会儿就走了，然后就是进行了一些尝试。第一次还是最好找教练，太危险了，不然会摔的那个左一块右一块的。也还好，比较耐摔。也确实，像我这时候就不行了，我要哪里摔了就直接120。然后呢，这一张是在漠河拍的，相当于是留一个纪念吧，就是去了中国的最北边。对，然后当时其实已经反正我们去的时候不是漠河最冷的时候。然后接下来是4月份，4月份我觉得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是这个也是别人发给我的，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我朋友在线下逛街。这是你吗？对，他逛街的时候他说，哎，我看这个店里这个人好像你啊，我说就是我。我说因为这是一个设计师品牌，然后他是做包和箱的，然后最近2年开拓了这个服装领域。对，然后我去给他拍了这个，因为我之前当模特嘛，然后就给他拍了这个，然后现在就是这个店里基本上都是我的图片，对，然后感觉还蛮有意义，虽然一直没来得及去打卡吧。你自己还没去看过？这就是在北京的店，对。我自己还在北京啊？对，这是在北京。上海有吗？我下次也去打卡一下。上海在那个龙帆天地。龙帆天地是在哪里啊？在青浦区，有点遥远，对，是有点远，但我有时间的话我会去的，我尽量。可以。然后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那一下我就觉得说，我说突然就是我干模特的这个事情具象化了，对我来说，就是你可以落地看得到它了，对，看得见摸得着了，对自己的成果和工作，然后呢，接下来就是5月份，哎呦，这个是5月份算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是我们的节目宣布要就是收官，对，录制结束了，就是收官。这是我们拍最后一期那天的时候的照片，然后这个是我，然后这个是他，你认出来了吗？没认出来，我刚刚还在想我还想应该不是猪猪吧。而且这个妆是我给他画的。天哪！还有这个，你还要给他做一个颧骨修容，蛮适合你的。适合我吗？这个颧骨修容啊，我觉得还不错啊。进行了一些美妆技巧。这个是我们模仿了一幅非常著名的画像。你是说戴头巾的那个吗？不是，其实就是这个画就跟我们长得一样。对，就是长一模一样，我们就是按照这个画。我知道是哪个，就是。但是是另外一个，我知道他。一会儿他那还有更详细。好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最后一天录制的内容，我觉得也蛮有纪念意义的吧，算是对于节目最后的一个结尾。这个算是你们一群人录的比较长的一个综艺吗？对，录了大半年，好像长达大半年。对，因为你们是比较高频次的，要在一块录制啊。是的。接下来就是，我再补充问一个，就是当下直到录制结束的时候，会不会有点不舍啊？当然，他眼泪都流出来了。谢谢。因为你没哭是吗？我没有，我很坚强，我是中国坚强男人。都在被窝里哭的吧？但就不会想说那可能之后就没有机会再这样跟一群人就志同道合的朋友住在一块了。其实真的很不舍，当时就会感觉要是能再多录一下就好了。主要是我们原本的计划是录到今年的10月或者11月，然后他是提前突然通知我们提前结束了，所以当时会有很多没有心理准备，对，没做好准备。就是还蛮遗憾的。但是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生体验。我觉得录制这类型的就是正好又是你们处得来的朋友在一起，那大家每天也都很开心，欢声笑语，然后同时也可以通过这种
这种氛围，社交氛围，跟大家传递出你们每个人的个人态度，是这样好玩想法。没有，而且因为我没有做好措辞准备，毕竟我还没有太多时间去看你们的这个节目，但我现在听过来，我会觉得很幸福，我都能是感受得到你们当时住在一起的那种快乐而且我们现在住得很近，啊，对是吧？现在也住得很近离。真好。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到了6月份，6月份我觉得算是我的人生一个重要节点点吧。对。嗯，然后呢，毕业是我了毕业了，对，这是我的，就是我跟院长老师一起合照，拿到了我的这个学位证书，然后在你是在台上上海读书的？对，我在上海读的大学，哦然后7月份也是一个我的第一次尝试，拔有点智齿，血腥感觉，看起来对，你一下子就看出来了，因为我也拔很难看出过，来吗？就上面那颗，下面那个对这个白白的，就是智齿啊。对的，对的。但这个是我还没拔的，是右边的这颗，我拔的是左边这颗，这边这颗我拔的是。哦，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去体验，我当时超级害怕，我叫小牛跟我一起的，然后当时那个医生给我检查的时候，我就一直攥着小牛的手，我说好吓人，好吓人，是为什么去拔掉这个因为智齿痛？因为就是牙龈肿了。发炎，对对对对，然后我说那给拔掉吧，我说因为听说好像拔了脸会变小一点，你有觉得吗？有好变小吗像没有，对，没有变小，我4颗都拔了，你知道吗？拔了4个，我一开始是因为说我有一边也是跟你一样发炎了，嗯那我想说拔完以后，要不然另外一边也拔了，不一定上镜会瘦一点点，完全没有，大家不要被这确实，这个错误消息给误导了。对，但是该但如果拔还是要拔，对像你这样发炎了，我觉得还是要拔一下的。确实而且如果智齿不拔的话，它会把你原本的牙齿挤变歪形。哦对对对对。然后8月份就是这在哪里啊？这是在我老家，就是我8月份的时候，哎，你看出来我染头发了吗？紫色，很爱，就是我6月份的时候还是这个对这个黄色，然后我8月份就染回了黑色。啊，你这是染黑了吗？对，这是黑色，那你这样后面不是漂不了了？所以我漂了4遍，本来可以漂1遍的，难怪现在变这么的感觉花了很多冤枉钱。粗糙了。对，然后这是我8月份回老家吧，但是我就找到了这样稍微好看一点的风景也好看一点的照片，但是今年回去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我第一次尝试以一个社会人的身份，不是学生，也不是这种小孩儿，就是大人的身份，请了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各种亲戚，然后一起吃饭，然后对我跟我表弟，然后我们2个，因为他在杭州，我在南京，我们俩算是离家特别远嘛，我们家在四川，然后我们2个就是人生第一次在家人面前进行了一番发言和演讲，就是自己做一些这种招待人的活，这种对，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我觉得，因为我属于那种好有勇气哦。我属于那种我在家人面前我说不出那种很那种的话，我觉得哎不舒服，说不出来。我也说不出来，我们都这样子的，我们都说不出来。但是为什么对家庭那种成员面前发言，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间，哎呀，好哀呀，我不要，就是被他们凝视的注视的感觉，然后就不管说什么都有一种小孩装大人的感觉。就即使我们已经这么大这么成熟，对吧？我们在外也是从也是独当一面的，对，有刃有余。但实际上就是在家里面的时候，就还是会不自然把自己放到一个小辈的分位置上。感觉那天讲完了之后，家人们都还挺欣慰的，我觉得还蛮好的。那你家人给你的反馈真好。我妈眼看热泪看着我。真的。对，她可能觉得我长大了吧。然后就是9月份算是好酷哦！这是什么风格？哪个活动？9月份是当时我受这个 SMFK 这个品牌的邀请，然后去香港进行创拍。哦哟，好适合你哦！也算是尝试吧。然后另外一名女生是谁嘞？是一个外模外国模特。但她长得还蛮亚洲的哈。超级美，而且她特别高，1.7米几，我站在旁边特别像个小孩。不会，你们2个人气场相当啊。很漂亮这组照片。
就是其实我染完这个黑头发不是剪了个齐刘海嘛，然后当时其实大家的反馈不是很好，然后我就陷入自我怀疑，我说这个刘海真的很丑吗？然后从那之后，我也经常在他面前。是谁给你反馈不好？网友。大家。就是可能大家很好看。然后我那段时间就特别焦虑，我说早知道我就不剪这个刘海了。然后我就开始把刘海一直往上捋，然后把它弄到边上去。然后但是在这一次拍摄当中，突然一下觉得，好像也还挺好看的呀，很好看，很有个性啊。对对对，很好看。就是算是一个心灵的慰藉吧。因为我最近就是很讨厌一个词，完了又要开始跟路人吵架，是因为有一些风格上的转变嘛，我本人那可能大家会说还是觉得以前那擦擦，对对对，然后后面括弧写着没有冒犯的意思，无恶意是吗？对，无恶意。哇，我跟我朋友讨论过这个事情，无恶意没有冒犯的意思，就是有冒犯和恶意的意思，好吗？就是你自己在说出口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这个是有一点冒犯的话。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不如在后面的后缀加一个我个人感觉。虽然现在互联网上建议，对，就是现在虽然互联网上确实是讲话，就是大家要变得比较谨慎，但可能从我的这个视角吧，我就是看到这些话，我会有一点点应激，也可能是我太敏感了。然后就是进入到了10月份，10月份是，也是这个品牌了。这场活动办很大，当时好多人过去。对，然后我怎么没有请我？开玩笑，因为我跟他们的风格确实很不搭。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受邀去参加线下比较大的活动吧。我本来其实是艺人，我是一个很外向的人，但是那天去到现场之后，首先是几乎很多人我都不认识。其次我是单枪匹马一个人去的，我站在那里，我真的是不知道该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然后就特别矮，特别害羞，然后就一直站在那里等别人过来拍我，就等声音老师过来说拍，太好了，终于有人来找我了，我说可以拍。就是但你展示的气场很强大，展示的感觉。但是这个就是有点像是刚刚拉姆说，就是自己一个人去面对独立的一些，对，应对一些情况。是的。这也算是锻炼我的一个机会吧，算是成长了。但是不得不说，但确实气场蛮强的，很强，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人。感觉你带了很多小弟，我也觉得你还感觉你带了，你是在说什么？妆发老师可能站旁边，然后还会有个经纪人那边不要拍，这样的感觉。女明星来的，别拍了。然后一会儿还会有一个助理老师在那边听，来，拍完了，还有一个给你扇扇子。哇，确实很热。你知道那天我们都穿皮草。它是室外还是室内啊？室外。当时深圳9月份会中暑，超级热，我真的要热晕了。我的天，真的很热，就是你能看到我们泛着这个油光，其实是汗了。但是看不太出来你们居然是在室外拍的，我一直以为你们是室内的。室外只是搭了一个算是小舞台吧，搭了一个景，真好看，还蛮不错，也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了。然后就是11月份，就是刚刚你有问到过，我说后面要讲的，就是自己尝试独立的一个实践，对，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图片是在我家拍的，是一个我喝酒的小角落了，就是放着我平时爱喝的一些。然后那天刚好是我坐在沙发上，我看到那个阳光打到那个墙上，这个角落就特别好看，我就拍了一张。我拍这个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出去住独居。你之前没有吗？你之前没有过吗？没有，之前住朋友家。跟朋友合租。对，然后现在就是自己搬出去，然后自己独居，也算是一种人生的新体验、新尝试，也是一个成长的契机，算是。因为自己独居的状态和身边有人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我今年也有比较多的时间是自己一个人住的，就
我发现有好有坏吧。是好的那一面就是你会有更自由的独处的空时间，间因为我是一个夜间工作者，所以其实我在网上的时候我特别有活力，你知道吧？就晚上突然灵机一现，我就想说剪视频，或者是去写一些脚本之类的。那这个就是更有助于我的一个生活状态，就是独居的时候嘛。那当然也会有，比如你回来外面很热闹的一个场景，回家很落寞，很落寞啊，那种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点寂寞了。我经常这样子，就是我处于一直在反复横跳吧，就是自己待着，比如说我拿音响放个歌，自己在那嗨的时候，说哇好爽好爽，对，但是有些时候自己躺在那个沙发上的时候，我说哎，好孤独啊！要是有个人陪一陪就好了。对，就是会觉得啊，那一下就会变得很丧。我就是躺在那里，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想动，就会觉得哎呀，外面怎么这么多人啊？大家怎么都这么开心啊？而且很多时候我说哎，我想出门啊，一个人啊，算了吧，就在家待着吧，会这样子。但找到那个中间平衡点就很好了。对，是的，我现在就会时不时的去他们家里打扰一下，是吧？对。然后就是12月份，12月份也是这个是百合花，是我尝试就是养一些东西，养一些植物，找一些自己的存在感、意义和价值。对，然后就是养了一瓶这个百合，超级香，我觉得特别美，也是前段时间刚养的，这是12月份的一个新的尝试吧。还有好多这个没有开呢。对，这是开的第一朵，所以我拍下来了。很绽放，而且有朋友跟我说，就是这个百合，如果它就是这样开了之后，你想让它更持久，不那么早枯萎的话，你可以把它的这个花蕊给它摘了，就这个棕色的东西，就是给它摘了，然后它就会活得更久一点。学到了，因为我最近在网上学到的，就怎么让它开花，不是扇它巴掌啊？你们有看到吗？我有看到，就是比如说养荷花的话，就是真的吗？就把它扇醒花。我是倒的那个，我是有一种那种粉末，然后就是倒到水里，它就会。但是我知道把花蕊摘掉了，这次从你这边学到，以后养花我就可以用这个小技巧。确实，这几束花我还养了蛮久的。这就是我一整个2025年的年度回顾吧，算是能够稍微代表一下今年都干了些什么，有什么变化。对，我觉得就是一种新的挑战尝试，就是在成长了。对，对，其实看过去好像25年没有太明显的变化，但细想一下，仔细琢磨，还是变了挺多的。而且我在选这些照片的时候，我在翻看相册，我发现，哎呀这个，哎呦这个，哎呀那个也想说，就是发现其实还有很多事情。那天他在选没事。那天他在选照片的时候，我在他旁边，当时我们俩在一块吃饭，然后他在选照片，然后他说他有个月份可能想不到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就说你就说那个事情，说完 A 事情之后，他就说哎 B 事情好像也不错 ，C 事情好像也不错，D 事情好像也不错，就一直在反复纠结到底要说哪一个。对，真好呀，还是有一个非常充沛的分享欲。我觉得要有这种状态的话才比较好，对吧？我们展望2026，我们还有更多的新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对，那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小猴的2025吧。OK， 其实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学校，因为我还没有毕业，我还在读研究生。然后我平时的实验也比较，我也没有毕业啊，你看起来在读本科，对啊。然后对，所以我就分享一下，就是读书之外的一些的事情。首先是今年的1月份，就是在过年之前，就是跟朋友相约去了日本，然后但是我们临时因为节目的事情，就导致我必须得延期，我比他们晚到几天，所以当时就是我一个人要去坐飞机去日本，但对我来说是比较艰难的，因为我没有尝试过，然后我也比较害怕。你是 I 人？对，我是 I 人，然后我就很焦虑，但是后来我做到了，我独立了，并且我成功的从大阪到京都找他们会合了。哦，你是还要换一个地方？对，我以为你是从国内到那边去。对，然后就是其实蛮难的。当时我做了好多攻略，在小红书上拼命的截图，生怕到那边电话卡用不了。我现在都还没有办法。我有一次要从东京到
京都，嗯让我们一群人大概在车站转了有1个多小时，最后终于买完票，而且我们还4个人，你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个，真的很不容易了。对嗯但是小红书真的很方便，我要为小红书打一下扣。是就是吗你搜那个，比如说你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你要从东京到京都，你就搜从京都到东京怎么坐车，然后他们就会出来非常详细的攻略，我就按照那个做，一模一样。所以熟练使用这个很好的运用社交软件，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能力。嗯对因为我就是没有办法很好的使用它。我搜的时候，我就是搜，然后很简单的关键词：东京、京都车票，怎么买票，然后后面出来的就很多旧攻略，你知道吗？哦，是啊，所以我要在这之中再去筛选。选，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没有仔细看，然后就看着他这个旧攻略去买，买完以后发现我根本买错，然后后面又很笨，我们还买了一个最贵的那种票，你知道，就是那种还有什么特等席哦，位那种，对对对对，后面就是心疼。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蛮厉害的，嗯自己一个对人去做成功的。然后是2月份，其实特别搞笑，就是是一个充电宝的图，但是可以看到看出来了，这里面那个充电宝是不一样的，嗯哼，就是有不同品牌的充电宝。就是我当时在还充电宝的时候，我没注意看，我就把其他品牌的充电宝还到了另一个品牌的这个充电宝箱里。就是按照我以前的性格的话，我就会觉得，哎，算了，就是当把这个充电宝搞丢了，就是赔他99米就算了。但是那一次我就是勇敢的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就联系这个品牌，它的这个所以是你塞进去的吗？对错误的2个，我只错误的塞进去了1个，就是另一个是别人塞的，但是别人没有解决，哦就是我看到了这个，所以我把它塞进去了。然后我就打电话给这个工作人员联系，最后就是成功解决了这个事情，就是把我塞错的这个充电宝也拿出来了，然后也没有赔偿这个金额，就是可能跟我以前的性格相关，我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对现在我会的觉得我拥有了处理和解决麻烦事情的这个能力，对嗯，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事情啊。是，然后这个就是3月份，哇呀，怎么了？这是你吗太？帅了， It's me，好帅哦，这谢谢时候。这是精心做的妆造，因为妆造不一样，妆造不一样。 OK。嗯，那我将复刻，等我头发长长的时候，我将复刻这个哦，你那时候头发的造型比现在更长，是不是？对适合适合。那个是我们有间合租屋这个节目第一次去线下高校做那个宣讲还是宣传，然后当时是去到了东南大学，对然后也线下见到了很多学生朋友们，还有看这个节目的朋友们，觉得是那时候你一个人去吗？不，我们节目的8个人， 8个人一起，还有导演他们一起去的，就是蛮有新社会人。对对，对，就是这样子一个简单的经历，对于我的3月份来说。然后还有4月份，这个是围棋。其实我对于围棋的了解仅在于我们的组会上有一位围棋运动员，他分享过如何下围棋，就是基本的下围棋的这些方法和规则吧。然后我就当时学了一下，听了一下，学了一下，我就再也没有涉猎过了。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叫小庄，他对有段时间对围棋非常感兴趣，他就买了这个围棋，然后让我跟他下。然后我说我只简单的了解一下规则，然后我不太清楚怎么下。按照我以前的性格啊，我是那种特别怕输或者是丢面子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玩不好，就是我不擅长的东西我就不愿意去尝试，我就不会选择去做怕做不好是吗？对，但是这次我就是也是勇敢的尝试了，就是即使我知道我可能不会下或者是下的不好，但我还是去做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好像踏出自己的舒适圈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那反正就是体验的感觉是吗？对对对，现在更注重于体验，就是不在乎结果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就说哎呀，就是就这点技术还想在这边显摆你有对玩不好就别玩呢。真的，我说我就玩，怎么了？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也是刚刚拉姆分享的那个。原来拉姆那天也画了，你给他画的真的很难看，很糟糕。我说真的，拉姆给你画的还挺好的，但是你给他画那个有点过分了。等一下，我要给你展示一个细节，你看我给他画的是那种野生眉的感觉，对我也是在看这个眉毛，他就是给我连成一坨，这是一字眉，而且他给你画的阴影是那种非常
高级的阴影感觉。那你给他画的阴影居然完全是黑色的，就是那种没办法出门的。你这个说真的，你把法令纹这块擦掉，甚至你都可以出门的。你用那个团波滤镜啊，我也觉得不是，是我的化妆技术没有拉姆老师好，就是我的能力有限，我没有办法。我其实本意是想给他画成就是画里的那个样子的，谢谢。但是奈何我的这个技术有限，没有办法做到很好。我们两个对对方真的很狠，因为我们当时的要求是每个人找一幅画，然后你给对方画，就是可以找不一样的。你们两个人找了一模一样的，我们两个找的一样的图给对方画，而且是很丑的图。对，就是很就不要有艺术性的那一幅是吧？我知道了。在那个好像那个钟楚曦还做过那个造型，是不是？就是在那个电影里面。哪个电影？好东西，是吧？有吗？是吧？是哦那幅画啊，所以我刚才记混了，因为宋佳当时做的是那个戴珍珠耳环的，对对对，那个女人，哦对对，最后那块是吧？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对对对。对，然后当时也是，收官前的最后一期，然后我们就说豁出去吧，就是其实也不一定要在节目里只留下美好的样子，也可以留下一些搞怪和抽象的样子。对，反而是这种样子就是记得更久，你知道吧？对啊，我觉得大概率这辈子不会再尝试这么大胆的造型了。会的，还会的，你们的这辈子还长呢。我的这辈子也还很长。为什么刚刚讲完以后，突然感觉自己好像有一种心酸的那种。OK， 然后这个是6月份，也是一张帅照了，本人就是一个。这个是在 KTV 还是在活动上？是一场 live house，然后这是节目对。当时是我第一次以主持人的身份站上这个 live house，其实与其说是主持人，不如说是那个报幕员，就是把那个节目名单简单报一下，然后所以大家每个人都有表演节目了。对，然后你的表演节目是？我唱歌，我俩唱了一首《麝香夫人》。哦，你还有唱，还是有表演是吗？又唱又讲，不容易。对，就是做了一次。而且这个当主持人其实是我从大学就有的一个梦想，虽然我的普通话不是特别标准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个想当主持人的梦。对，你现在也算是，对啊，你现在也是主持人啊，对，就是还蛮有成就感的哈。你已经梦想成真了，梦想成真了，就是我纠正一下我的呢发音就可以了。没有，这也是你的一个独特的这个怎么讲发音的这个方式，对，个人风格嘛。然后7月份其实是有2个事件的，这是一个包，就是我7月份主要是进行了一个维权的事件，就是有2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是这样子的，是我本人是不会这个的，不会抽烟的。然后我的邻居呢，我的楼上的邻居，他常常会闻到烟味，他就接受不了，他就会敲我的门说，你是不是在家里的卫生间里抽烟了？然后我说我不会抽烟，家里没有人抽烟，但是他仍然对我家保持怀疑，因为他觉得楼上楼下都问遍了，没有人抽烟，然后平时晚上的话他们闻到烟味的时候我家灯还亮着的，所以他就是习惯性的会认为是我在家里抽烟并且影响到了他们。然后这样子的行为找过可能不止1、2次，我也多次的解释了，就是说我没有抽烟，因为我不会抽烟。后来他就报了警，他就叫了警察过来，就是来我家检查之类的。我就觉得很无理取闹。首先我觉得他侵犯了我的个人隐私，其次即使我真的会抽烟，我在家里抽烟好像并不会影响到什么，而且好像也没有做出很错误的事情，也没有违法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很不可理喻，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如果检查出来不是我家抽烟的话，能不能给我一个郑重的道歉，或者说一个不是，对，因为我觉得确实是打扰了太多次我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很不开心。但是至今仍然没有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然后我就觉得也没有道歉吗？也没有道歉，所以我就觉得后续可能还是需要再跟他们沟通一下，因为我觉得后续就可以就是可以去那个什么那个跟他们吵架，然后就发展成比较血腥的事件。开玩笑，没有，因为你刚刚跟我说的时候，好像一个我之前看的韩剧里面的那个画面哦。真的啊？那个韩剧具体的是什么内容我有点忘记了，但也跟你非常像，就是有一个人然后他的楼上还是楼下就说你不要天天在上面跳好不好？然后我就没有跳，就每天就有这种对，然后就是没有这样子，然后就后面所有人
所有他们那栋楼的人就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在屋子里头，就是天天这个跳来跳去，打扰到大家的生活。然后当时也是报警了，什么哎这是什么故事啊？我忘记了，感觉真实故事改编，好像哦。我刚刚听这好个，我觉得啊，这现在居然世界上真的有这种事情啊！对我也觉得很震惊。对，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这个包的事情。其实我之前买过一个包，然后它其实是商家改过颜色卖给我的，但当时好像没有检查出来。然后前段时间我是想把它卖掉，然后发现它是改过色的。然后我就去找原来卖我的那个商家理论，就是想让他做出一定的赔偿或者是解决措施，对一些解决方法。然后他就不承认是他卖给我的这个包。我说我有我们的聊天记录和消费凭证，你不能这样子单方面的否认我从你这购物的这个事实。然后他后来还是不承认，然后我就去找了12315投诉，未果。然后如果说要找律师的话，可能维权的成本会比较高，对，所以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难办的事情，因为我确实是真实的受到欺骗，对，受到了欺对啊，骗，这个就是应该要他们负责的。对，但是就是很多这样无理的商家也没有办法嘛，他就是不认。最普通人后的结果呢？最后的结果就是不了了之，我吃哑巴亏，好吧。但我为这件事情尝试过，但是确实还蛮消耗精力的，非常消耗。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吃一堑长一智吧，就是做事情要留好凭证之类的。是，下面就是8月份，这是一张不那么帅的帅照，对，也是我第一次去看日出，自己一个人和他。你还是要有伴儿，是吧？一晚上没睡呀。就是我不是一个，我也觉得看日出一般都是睡不了的，就是早起不了，就是很难早起，所以就是宁愿熬通宵。关键是我们俩当时晚上凌晨2、3点的时候去，那个门不开，他不让上，他要5点才能上去。我们俩就在那等。对。然后你们就等到了5点，5点那时候天应该已经差不多亮了呀。对，已经亮了。所以我们没有看到很完美的一个日出，看到好可惜一点。然后9月份就是我们哭哭聊的画面，当时我们是坐在你那边那个位置，现在我们坐在了舒服的沙发上。是我发现了，确实这个沙发看过去是更加舒适一点。对，但是没办法，为了我的黄金左脸，我愿意坐的不太舒服。这个也是就是刚刚说到的，就是成为主持人的这个梦想更接近了一步，就是站在这里。当时你们2个人得到就是说要做哭哭聊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啊？还蛮惊喜的。小红呢？我当时是特别特别开心，因为我就觉得何德何能啊！至少你是那个学播音的，我说我这个普通话都说不太利索的这个人，还能来做这样一档节目，我觉得好开心。然后有为此去做什么准备吗？他给我推过一个公众号叫做播音中国，然后他会每天给你推送每天的新闻稿，然后会去读，然后他也教过我那个怎么发声，天天在我耳边读。对对对。但你现在的这个普通话发音非常就是标准，谢谢，很标准，然后听的也很清，咬字也很清晰。太好了，谢谢谢谢，努力没有白费哦。对，被看到了，谢谢你。因为我觉得播客最主要的还是你的发音咬字，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不看画面就听声音，所以我也会自然的来，大家听我的播音腔。ASMR。对，然后还是蛮开心的，然后也邀请到了非常多的好朋友，包括罗拉，然后我们一起来聊天讨论一下。我也很荣幸啊，可以来到你们这边，这是我第一次录播客，很有意思呢。而且你们2个人的聊天方式很容易让人放松下来，我还很怕你们会一本正经。那倒没有，我们不是什么正经的人。对，我们搞笑，你搞笑哪来的？不是，太好了，太好了。然后是10月份。这个是我当时被邀请去参加一个讲座吧，或者是经验分享，是给高校的老师分享，就是高校招生宣传和校园博主自媒体经营的这样子的一个讲座分享。对，这个是你自己一个人了吧？对，这个是我自己一个人了。因为你有说你是今年会更加的独立一些嘛。对对对，其实当时
就是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我是蛮紧张的，因为他的受众群体是高校老师，我就说我一个小学生，一个学生何德何能小学生可以给这些高校老师分享所谓的经验也好，然后当时还做了蛮多准备的，花了很多心思在这个内容和 PPT 上，然后最后讲完之后，很多老师也给了我非常高的评价和反馈，就说我的内容和角度非常新颖之类的，然后还邀请我去他们的学校做一些讲座和宣传，所以我当时特别特别开心，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努力付出的成果得到了别人的认可，我觉得这是很值得的，很棒哎。对，就这个老师可能也没有听过这个角度，所以你给他们的分享也是比较新颖的，对他们也是很难得可以了解学生的一个渠道吧。然后就是11月份，你的狗狗吗？对，西瓜地，最近刚养的这只小狗，好可爱，就是对，所以我刚刚问就是罗拉有没有养宠物，就是因为我最近刚担任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所以我就还蛮好奇这些养宠心得的。铲屎官，对，就是你这个多大呀？半岁，6个月，好可爱。对，但它很调皮，特别特别调皮。很好啊，就是狗狗就是要精力比较旺盛一点，你跟它相处的时候才会觉得很开心啊。对，然后每次回家的时候，都会把家里弄得一团糟。那确实有点过于旺盛了。然后也是第一次以这样子养宠物的主人的这样子有责任心了，对一个角色去生活。那你如果不在家的时候，会不会担心它，或者是你有什么处理方法吗？可以给我借鉴一下吗？我一般是这样子的，就是2-3天的出差，我把它放在家里，我就觉得还 OK， 因为拉姆、小牛、小庄他们平时也在南京，就是会偶尔我让他们去帮忙照看一下。就比如说今天我在北京，我就会让小牛和小庄去家里看一下，就是他有没有吃饭或者喝水之类的。那长时间呢？长时间就交给别人家，放在家，直接放在你家是吗？对。我也有跟他相处几天了。有朋友的话也蛮好的，这样子有宠物，你有地方可以照看。因为我身边的人也都很忙，所以我不要怕去打扰到。因为其实我独居的时间也蛮久的了，我从23年就是开始自己一个人住的，然后中间去有和他们拍那个有间合租过一段时间，然后后来还是一个人居住的嘛，所以我就觉得。独居的生活好像已经体验够了，可能还是需要生活里有一个伴儿，但是也没有其他的伴儿，就只有这个伴儿。但是你们还住得近嘛？其实也算是有半个伴的伴儿。这个是，虽然他很调皮，但是确实一回家的时候能看到他往你身上扑的时候，还是蛮温暖的，幸福哎。而且有的时候就不想自己一个人出门，但有个伴儿。你就可以跟他一起出门，对，想去哪就去哪，就当这个遛他。对，最后一个事情就是我最近完成的，因为我还在学校嘛，我们学校里会有一些项目，这是我最近做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指标，就是我要把针尖直径拉到小于50纳米，然后这是分配给我的任务，然后我在今年的12月也完成了这个指标和任务。所以我就觉得，今年的科研任务也算完成了。看都看不懂。对，其实好厉害哦。没有，不是什么很厉害的工作，但是确实是我的一个任务之一，然后把它完成了，我就觉得今年的事情总算有个着落，也算有一个落点吧。这个就是我今年12个月发生的，对我来说比较有意义和独特的事情。也尝试了很多。你们有好多具体的事件哦，你们都记得很牢。但我发现不知道是年岁增长，还是说就是可能自己平时这个忘性比较大，就我没有很容易记得某一些具体的事情。我没想到你们是说这么具体，你看我都比较宽泛的，就是说到我可能这一年的一些转换啊，然后这一年的一些不同的这个变化。罗拉的感觉更像是整体的印象，就是这个阶段是这个印象，那个阶段是那个印象。我们俩是这样子的，我们会翻相册，就是每个月不是有对应的很多照片嘛，然后一看到那个照片就会想起来，这个时候那啥了，就是会这样子想起很多。还是因为说你们的照片其实没有特别多。
你其实蛮多们你们一的年会拍多少照片？大概？我目前手机里是有5万张照哦片，，那很多哦。哦，拉姆呢？应该也有2、3万。哦，2、3万不算多了。因为我之前拍照拍的很少。因为我的手机相册里面，就是我自己去翻阅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头疼。有很多还没有整理完的照片，因为我有10来万张，就很多。那我们班门弄斧了。没有，是因为第一，我以前的照片都不会删，就大概从17、18年起吧，我就会保留一些照片在我的相簿里面。会舍不得删。有时候还会回顾一下。是。然后再加上这几年可能做这个事情，那可能我累积的照片和素材就比较多了，没有时间去整理。然后我就不会像你们一样具体的找出某一些事情。我也要学你们，偶尔拍一拍这些事情，不然像我现在的这个记忆力，我觉得我很容易忘掉一些很具体的事儿。就像你们感受到自己的成长节点，我可能感受到自己很不一样的这个时候，不一定是要通过我自己的这个外貌上去记住，可能也就是看到一个日落啊，或者是一个很好吃的一顿料理坐在桌上，这个时刻我应该也是要去记录的。我觉得可能很多原因，很多可能是因为罗拉她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大人了，我们可能还在这个阶段探索，或者是刚步入，所以可能节点的事情会比较多一点。对，审美积累嘛，是吧？什么东西都审美积累一下，是吧？你们OK 好，那我们2025年的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也已经分享完了。那大家在2025年有没有用到过什么比较好用的年度好物呢？那太多了。我其实今年算是比较大手大脚花钱的一年。就前几年的话，我会觉得说，没必要买那么多。但也是今年突然意识到，我干这一行，我就是要比大家要尝试的东西更多，我才可以从中选出一些好的、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当然，鄙人不才啊，这次出差我没有准备的特别充分啊，但是还是带了一点点我常用的一些小东西啊。来吧，我们看一下，介绍一下，期待。还蛮多样哎。我就挑选了一些美妆产品。对，因为我自己像参加活动啊，或者是录制，我会自己化妆嘛，所以我个人觉得化妆是对一个人的外貌改变也比较大的一个东西啊，就比起就在脸上做一点什么来说，度一下。对，除了服装之外的话，化妆也是比较容易展示出你的一些个人的精神面貌的地方。对，那我给大家首先推荐的是2个，因为我觉得不一定有那么多伙伴可能会像我一样有那么多上镜的需求，更多大家是为了完成一个早八的这种快速的妆容。那这2个就很合适了。第一个是这个气垫，这个气垫虽然它有一点点小贵啊，但我不得不说它是我今年用过就很水润，然后又很贴肤，同时那个上妆也很快的一款气垫。价格虽高，但绝对是非常持久耐用，并且让你满意的一个底妆产品。它的遮瑕力度也好，持妆效果也好，就是你一天下来也不会感觉到脸上有一点点纹路什么的。因为我的话就比较担心可能会有卡粉的一些困扰。那它适合什么肤质啊？我觉得它是油性和干性都适合，就各种各样的肤质都可以。因为我当初是我朋友是偏油皮一点的，然后他给我推荐的这一款，它用在脸上的妆效也很不错。那我其实是偏干，包括我今天用的也是它这个。那我觉得它也是很贴肤、很水润的一个状态，就是很适中。而且它还带防晒，出门就不用额外再抹防晒了，是不是？就我觉得这个早八人福利很适合的一款，虽然它的单价是有点小高啊，但毕竟拿出去大家也看得出来贵货，牌子写在上面嘛。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多用的彩妆盒，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对。你这边可以画眉毛，然后这个下面可以画一些阴影之类的，这里可以画腮红和眼影，这个可以用来定妆，也可以用来做高光。哇塞，一体多用。然后这个是一个小的睫毛膏，但我觉得它这款睫毛膏不是特别好用，大家可以买带唇膏的那一款，你的口红也都备上了。然后
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不是开店嘛，然后我经常去店里头就赶着要在路上化妆，因为怕万一有什么事情我来不及，我要是化完全妆过去就有点赶，所以我一般就是打完底，然后再用这个东西画一个简易点的底妆。对，就是一个非常适合早八人的，我觉得还蛮推荐给大家的一些小灯西。那后续这些就是可能大家有一些想要出门约会，或者是跟小姐妹出去玩的时候画的精致一点，我觉得还蛮适合推荐给大家的。就是第一个是像我一样干皮，或者甚至你是油皮也可以用的。你看它这已经用到挤不出来了，就说明我确实很爱它。它是一个底妆棒，然后它可以作用在你比如说脸上纹路比较多的地方，或者是你今天脸上已经卡粉了，你可以在这里涂抹上它，然后再盖上比如说这个底妆，它就不会有这个纹路太明显的那种状态。完了，对，这也是种草这个也是当时一个化妆老师给我推荐的，我觉得这个真的蛮好用的，我自己又额外买了一个，就是适合比较有一点化妆技巧的小伙伴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睫毛夹，虽然很多人看起来这个是有点廉价，但它确实是挺便宜的。可是就是第一，它是这种我比较喜欢的，它两旁边没有边框的这种设计。对哦，这样不容易夹到肉，是吗？对，不容易夹到肉，也不容易把我们这个睫毛的这个边缘给夹的卡住，因为像之前那种，对，之前就很容易把我们睫毛塞进那个缝隙里面，然后摘下来的时候就会发现掉了很多睫毛。然后其次它是有一个这种硅胶的密齿的这种小梳子，那我们就是可以边在夹的时候边把这个睫毛梳整齐。就是它虽然看过去其貌不扬，但其实很多设计上的小细节，这个我是真的要被种草。又被种草了。这个性价比很高的。就虽然说它不会很贵，但是确实比起很多大牌的，是吧？可以，我很多朋友都买完这款，他们都说很好用的。就是也是大家认可了，我才拿出来做好物分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睫毛膏，这个是我用了 N 年的，没有一支睫毛膏可以替代它。真的吗？就根分明，然后同时也不会晕妆，因为我用了好多款睫毛膏。你今天是用这个刷的吗？对。我以为你贴的假睫毛。真的吗？你没有觉得吗？我不懂这些。就是它可以刷出这种太阳花睫毛来。就是看过去非常干净，对，很干净的一个，而且显得眼睛很有神，是吧？那是人家眼睛本来有神。没有，它这个衬托嘛，衬托，它会支棱起来，它不像其他睫毛膏，可能刷完以后它会塌下去。它不会，它有一种那种定型的效果。然后这款是纤长的，还有一个是它浓密款，我觉得也很好用。我又被种草了，这个怎么办？是吗？真的，这个真的是推荐给大家。而且像我这样带妆一整天的话，我就不用担心下面眼睛会糊糊的。因为我就是属于那种睫毛往下戳的那种，而且很硬，对，很难夹起来。因为按照我们的发质来说，我们应该是一样的。对，就是你这两个搭配在一块，可以拥有我今日一样的睫毛，因为我今天就是这么画的。很棒，我是贴的假睫毛。你可以下次试一下这个，好，还不错。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唇蜜炮弹，这个叫什么？炮弹唇蜜。因为我的嘴巴也是属于比较容易有唇纹的，我很喜欢用它涂抹在外面这一圈，你会发现整个嘴唇看上去，哎呀，老润了，感觉很好亲哎。对的，哎呀，真的是这个就一些作弊小技巧啊，这叫什么来着的？是那个隐藏年龄的一些小东西啊，小心机。对，化妆的小心机推荐给大家。大家要是今天想要有一个润的嘴巴，就可以使用这个。好了，我的好物分享就在这里了，谢谢大家。很棒，好实用，我真的被种草了。是吗？很实用的东西，谢谢。我以后一定会拍。你们的好物种草呢？有吗？我有。拿出你的。OK， 来吧。我的好物是这个，等一下啊。哎呦，是一个这样子的眼镜。它为什么上面这么多雾啊？可能刚刚放在后面蹭到了一些。然后是这样子的一个眼镜，它是做的是那种猫眼感觉的那种眼眶设计。我喜欢它是因为我是属于有点菱形脸、方形脸那种感觉，它戴上的话就会修饰你的脸型，而且还有就是这一块对吧？对。
而且还有的话就是这个眼镜它是有做一个，就下面是有这个钻石的蝴蝶结，我可以看一下吗？然后很细致，很精致哎，这个。对的，它下面这个蝴蝶结钻石可以把它当成一种视觉上的内置的感觉。哦，也可以装你看，饰你的很脸上。好看，是哦，确实好看啊这一款，真的很好看。而且这个你不管是化妆戴还是素颜戴，我觉得都很棒。而且它还都很好看蛮有个性的，嗯就是因为这个蝴蝶结，就是那个对的，小个就是蝴蝶结小设计了。啊对，而且我平时除了这样戴，我可能还会这样子，酷酷嗲嗲的。箍一下我的头发，这样子。哦，应该不秃吧？哎，我还没有尝试过你这种风格，回去要试一试看。真的很好看，我很爱。而且带钻又很酷炫。对，我后面是打算去把镜片换成近视眼镜镜片，把它当成眼镜戴。你近视眼多少？我近视300多。哦，那如果要选那个镜片薄一点的，我对啊之前也是有一个很喜欢的镜框，然后结果一戴上去像卢广仲啊，因为我近视眼。因为这个型真的太好看了，我觉得。我感觉素颜戴它都会提高我的颜值。但是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不要把它配成近视眼镜。为什么？就是你戴隐形，然后戴这个，因为它首先近视眼镜它会把你的眼睛缩小，就是因为它是那个。但是我总会有需要戴框架眼镜的时候呀。你可以戴隐形啊，然后再戴这个。有些时候。OK， 好。我没有天天没有，所以它可以用薄一点的。其实现在很多镜片特别薄，效果就会比较好。就是我那时候做的那个镜片就太厚了，就会有你说的那种眼睛变小。对，因为我有这样子的感受，我曾经也有一副特别喜欢的。哦，你是说别人这样看着会变小是吗？对，啊，就是戴上去没有现在这么好的一个对，因为它是平面镜，但是你的近视眼镜是那个凹透镜，就是它会把你的眼睛缩小。我以为你说的意思是戴久了眼睛会变小。啊，不是。那没关系，我再去斟酌一下吧。好，选好一点的镜片啊。对，而且这个眼镜它除了有银色，它还有金色的，就是你看你想用哪个颜色。因为我皮肤偏黑，我可能适合银色。你适合银饰，对，我适合银色的，所以我就买的。色彩测试做的很精准啊。OK， 那到我了。其实是我的是这样子的，已经被我用的掉皮了。它是一个手机支架。就是因为我之前啊，就是自媒体上发的内容都是以照片为主，但是后来我买了这个之后，我就经常发视频。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拍视频很方便，就是我随时随地的可以积累和记录素材。比如说这里有个桌子，这样放，或者是这样放。你为什么讲话那么机车啊？就是它有很多种那个放的方式，而且就是你随时随地就可以把它相机打开录制起来。对。第二个点呢，就是我经常把我的卡弄丢，因为我的校园卡已经被我弄丢好多张了，我就急需一个把我的校园卡有地方放的一个位置。然后它这个是有个卡带的，就是我的校园卡可以插在这里面。然后第三个优势就是校园卡插在这里之后，我就不需要绑定 NFC 了，因为苹果的 NFC 其实不太好用。然后我就可以，比如说我们进学校或者是刷我们，直接用这个滴，对，我就直接用这个滴就好了。所以对我来说是既极大的提高了我的效率，又给了我看得出来你是真的很喜欢它，都包浆成这样，对，没舍得丢。而且我已经是吗？我已经把这个安利给无数个同学了。我会去买的，这个我也是大型种草。第一就是它可以，我们平常就吃饭的时候，我要看剧也可以用，然后像你说的拍摄的时候也能用，还可以放那个银行卡和身份证什么的。对，而且你这样拿手机不累，就是你如果这样子一直握着的话会比较累一点，但是拿这个下面的话会轻松很多。对，但它不会就是很容易就是这个叫什么就变形吗？因为它比如说你要一个角度，它不会就慢慢的就这样塌不会，它这个金属的这个胶链其实设计的质感蛮好的，就质量也蛮好的，然后它的磁吸效果也非常好，就是不怎么容易老，我这样拿着它甩它也不会掉，蛮好的。对。而且我用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好用的地方，就是比如说你想拍一点视角高一点的视频，你可以这样拍。我可以看一下它，你可以感受一下。它确实很硬哎，对，不是像我质感很棒，想象中是软绵绵那种，因为我很怕就是有一些这种看回去不是很稳，然后它可能慢慢你拍着它就往下掉了。不会，它完全不会。对，这确实很好用。等下链接发我。对，这个看着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结构，但是它价格卖的还蛮高的，相对贵一点，比想象中的贵一点点。3位数啊？
对，3位数，哦，那是有点小高了。但是小3位数，对那还可以。这个就是我今年的爱用好物分享。但确实这种耐用的东西每一天都用得上的话，贵一点我觉得是 OK 的，可以接受的。嗯，它唯一有个不好的点就是它旁边它不太能沾水，就是比如说我每次洗漱的时候我把它放在旁边，比如说刷视频，但是水就会碰到旁边。我刚刚也在想这个事情，因为我洗澡的时候我实在手机没地方放，经常都放那个放沐浴乳的那个架子里面，这个不适合吗？它适合，但它会掉皮，如果你能接受的话。我接受不了，这样就不是很好看了。对，一种做旧风嘛，也可以，反正还能用就行了。复古做旧风。然后对，就是这样，我们的爱用好物都分享完了。那大家对2026年有没有什么期待呢？就是我们2025年已经过完了，也获得了一些成长。那我们对2026年有没有什么新的期待和期许？或者立个 flag 也行。你说我本人吗？我最不喜欢就是立 flag， 最不喜欢立 flag 的，因为我最经常做到的就是哐哐打脸，你知道吗？所以我都是就是顺其自然。我每一年对我自己的期许就是顺其自然，走到哪一步就是哪一步，也不要太给自己设定一个必须要完成的目标，因为这样万一就是完不成怎么办？那因为我也是希望把每件事情做得好的，做得极致一点，对吧？那如果完成不了也没事。就还是像今年一样 take easy。 OK， 你呢？你会想给自己立 flag 吗？我不立 flag， 但是我现在对26年充满了期待、热情和希望，因为我的星盘告诉我，我的星盘告诉我的26年会很好，反正就是、对，所以我现在充满了期待。而且我觉得到我一想到26年星盘告诉我这样子，它算是我的一个心理安慰、心理慰藉，我就会干劲儿满满。确实，就是你看到这种向上的东西，你就会跟着它向上。所以我不太推荐大家去做这些测试，就万一你看到一些不是很好的东西，真的会影响你自己本人。没关系，就是好的信，不好的咱就不信。你呢？我希望我2026年可以少一点容貌焦虑。因为我本人很容易焦虑，尤其是会因为大家的一些无意的评价。会，其实有的时候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嘛，就是还是会多少受点影响的。就像我也会有时候忍不住觉得说，哎呀，是不是真的到年龄了，应该要不一样，就是要走，要稍微那个给自己走点成熟的风格，因为其实前几年我还蛮喜欢穿那种可爱挂的，你知道吗？包括你刚刚那个，你刚刚那种眼镜我也很喜欢，但是现在就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已经3字头了？那要稍微收敛一点，不要再穿那么可爱的风格了。现在想，其实也不一定哈。对我们就是这个自己舒适，那明年那我就加一个吧，就也不要给自己设限哈。可以。好，那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内容就已经聊完了，然后非常感谢罗拉的到来，跟我们分享她精彩的故事。对，好，那最后也是祝愿大家2026年心想事成，得偿所愿，越来越顺。越来越顺。202666大顺。只想到这个形容词了，挺好的呀，刚好26年嘛。对，好，那就到这边吧。好，那最后。每周晚18点关注我们的酷酷聊，在优酷、抖音、小红书收看我们的直播正片，然后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B 站、小宇宙、荔枝 APP 还有网易音乐收听我们的那个直播正片。最后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抖音和小红书主页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感谢大家多多留言。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内容，拜拜。拜拜。